想不想在60岁以后依然肌肉结实，双腿有力，行动自如？想不想即使年龄增长，身体依然强健有活力，远离肌少症的困扰，保持年轻人的体态？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实现这些愿望的超级食物——螺旋藻。但是请等一下，在您冲去购买螺旋藻之前，我必须先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：很多人吃螺旋藻的方法不对，没有真正发挥它的功效，甚至可能因买到劣质产品而适得其反。这种不起眼的小藻类里面藏着巨大的健康能量，但需要一把正确的钥匙才能打开。今天我就把这把正确的钥匙教给大家，从螺旋藻最强大的健康功效，到如何挑选高品质的产品，再到每天到底吃多少最合适。这支影片将带大家一步步挖掘螺旋藻全部的健康秘密。在进入主题前，如果大家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请先按下方的订阅并开启通知。我们先从螺旋藻最厉害的5大功效说起。第一大功效，营养丰富，优质蛋白，强健体魄。螺旋藻可是营养的浓缩精华，别看它只是显微镜下才能见的小小藻类，身材迷你，能量可一点都不迷你，就像一个营养浓缩包。它含有极高含量的优质蛋白质。大家猜猜看，100公克的干燥螺旋藻里有多少蛋白质？足足60公克以上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同样重量的鸡蛋，蛋白质含量只有螺旋藻的1/5左右。换句话说，螺旋藻的蛋白质是鸡蛋的5倍还多。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蛋白质，而是品质极佳的全价蛋白，包含我们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。这些氨基酸就像盖房子的砖瓦，是组成肌肉和细胞的基础材料，能帮助身体生长修复，维持新陈代谢，让免疫力增强，不容易生病。更厉害的是，螺旋藻的蛋白质非常容易被吸收利用，消化吸收率高达 95% 以上，远远超过很多传统食物。对于银发族朋友来说，充足而易吸收的蛋白质就是预防肌肉流失的利器。年过60后，许多人因蛋白质摄取不足，导致肌肉逐渐流失，双腿无力。但如果每天补充像螺旋藻这样的优质蛋白来源，肌肉就有充足的营养维持和修复，腿部力量更有保障，走路上下楼梯都更轻松。不夸张地说，螺旋藻能帮助我们在老年时留住宝贵的肌肉，让腿脚依然强健。螺旋藻不仅蛋白出众，它还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宝库。每100克螺旋藻含有丰富的钙质，约432毫克钙，远胜过牛奶中钙含量。中老年朋友最怕骨质疏松，补钙非常重要。适量食用螺旋藻可以为骨骼和牙齿提供额外的钙质，让骨头更强健。螺旋藻的铁含量也很突出，每100克约有15毫克铁，远高于菠菜等常见蔬菜。铁是制造血红蛋白的原料，许多银发族和女性朋友容易出现缺铁性贫血，手脚冰冷，容易疲倦，其实就是缺铁了。螺旋藻提供的铁质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，是极佳的补铁来源，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。除了钙和铁，螺旋藻还富含镁、锌、钾、硒等50多种矿物元素，可谓样样俱全。其中钾对心脏特别重要，能帮助维持正常的心跳节律和血压稳定。螺旋藻把这么多种营养物质浓缩在小小一勺的绿色粉末中，多种好东西一起为我们的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。螺旋藻更是天然的维生素宝库，尤其维生素 A、B 群、E、K 都很丰富。比如说，螺旋藻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极高，转换成维生素 A 后可以保护视力，增强免疫力。它的维生素 E 含量每100克约有7到8毫克，是强大的抗氧化剂，能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，延缓细胞老化，让皮肤保持年轻弹性。而维生素 B 群则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。螺旋藻特别为素食者提供了罕见的维生素 B12。很多吃全素的朋友容易缺 B12， 导致贫血或神经问题。螺旋藻中含有相当可观的维生素 B12。不过要提醒一下，螺旋藻所含的 B12 对人体效用仍有争议，但作为补充来源之一也有帮助。总之，
丰富的维生素能维持神经系统健康，让人精力充沛，不易疲劳。可以说，螺旋藻集合了高蛋白、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于一身，小小一勺就像吃下满满的综合营养丸。难怪它被世界卫生组织称赞为21世纪最佳保健品和未来的超级营养食品。有这么强大的营养底子，难怪常吃螺旋藻的人普遍体力更好，体质更强壮。第二大功效，增强免疫，抗炎、抗敏，全方位提升抵抗力。螺旋藻在增强免疫方面的表现可以说是超级明星。科学家发现，螺旋藻中含有特殊的藻多糖和蓝藻蛋白，又称藻精蛋白、藻蓝蛋白。这些物质能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，使免疫细胞更加活跃强大。有研究指出，食用螺旋藻可以促进骨髓造血细胞的增殖，加快免疫细胞生成，提升抗体和白血球的数量，让身体对抗病毒细菌的能力明显增强。对于长辈们来说，免疫力下降常导致感冒、带状疱疹等毛病缠身，如果能通过膳食补充提高免疫，很有帮助。螺旋藻还有抗炎特性，当免疫力提升后，全身的发炎指数往往下降。像是季节变换时，有人容易过敏、流鼻水、打喷嚏，螺旋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过敏反应，减轻鼻炎、气喘等症状的不适。一些研究甚至发现，螺旋藻可以抑制某些病毒的复制和入侵，对流感病毒等有阻止作用。长期吃螺旋藻的人，感冒发生率可能降低，过敏情况也较为缓解。难怪在疫情期间，很多人把螺旋藻当作日常增强抵抗力的辅助食品，希望减少生病概率。螺旋藻强大的免疫调节功能，让它赢得了免疫营养之王的美誉。对中老年朋友而言，养成吃点螺旋藻的习惯，有助于打造更坚固的健康盾牌，不被小病小痛轻易击倒。第三大功效，守护心血管，调节三高，让血管更年轻。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所谓三高问题，高血脂、高胆固醇、高血糖，这些都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隐形杀手。螺旋藻刚好在调节三高方面有显著的功效，堪称心血管的清道夫。首先，螺旋藻本身几乎不含饱和脂肪，也没有胆固醇，是非常健康的蛋白质来源。更棒的是，螺旋藻富含一种对心脏有益的必需脂肪酸，叫做伽马次亚麻油酸，也称伽马亚麻酸。这种脂肪酸具有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作用，能帮助我们把过高的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LDL 降下来。同时，它还有助于维持血管弹性，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。对很多中老年人来说，胆固醇高是困扰多年的问题，而螺旋藻提供了一种天然的解决办法。除了降胆固醇，螺旋藻也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，就是血脂。有研究显示，持续服用螺旋藻的人，血液中的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含量明显低于未服用的人，甘油三酯水平也有所下降。换算起来，罹患心脏病、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降低约2到3成左右，效果相当令人惊艳。螺旋藻还含有丰富的钾和镁，这两种矿物质有助于血压控制。钾可以对抗钠的升压作用，帮助平稳血压；镁则能放松血管平滑肌，有利于降压。国外曾有临床实验，让轻度高血压患者每天服用几克螺旋藻，结果几周后，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有所下降。由此可见，螺旋藻对高血压人群也是有益的。此外，螺旋藻在调节血糖方面也展现了潜力。某些研究发现，2型糖尿病患者每天食用适量螺旋藻几个月后，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都有明显的下降，胰岛素敏感度提升，血糖控制更稳定。这意味着螺旋藻有助于预防或改善第2型糖尿病，对于血糖偏高的朋友是一大福音。总的来看，螺旋藻从降血脂、降胆固醇到稳血压、降血糖，多管齐下，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系统。长期食用螺旋藻，就好像天天有一只隐形的清道夫在帮我们清理血管垃圾，让血管更通畅、更有弹性，心脏更强健。想远离心肌梗塞、中风等威胁的朋友，不妨把螺旋藻纳入日常饮食中的一员。第4大功效，超强抗氧化，延缓衰老。
守护年轻活力。螺旋藻被称为抗老化高手，因为它所含的多种抗氧化物质能全方位地对抗自由基伤害。我们刚刚提到螺旋藻富含维生素 E 和贝塔胡萝卜素，这两者都是著名的抗氧化剂。此外，螺旋藻那诱人的深墨绿色来自其中的植物色素，包括叶绿素和藻蓝蛋白等，也具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。尤其是藻蓝蛋白，它不仅赋予螺旋藻漂亮的蓝绿色泽，更是一种出色的自由基清除剂。科学实验表明，藻蓝蛋白能够抑制体内氧化反应，保护细胞膜和 DNA 不受自由基伤害。长期吃螺旋藻可以提高体内抗氧化酶，例如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活性，减少脂质过氧化的发生，防止细胞被过度氧化破坏。这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能让衰老的速度变慢一点，细胞老化放缓了，我们的身体机能衰退也会变慢。表现在外就是人看起来更显年轻，有精神。比如皮肤方面，螺旋藻丰富的抗氧化物可以减少紫外线和污染造成的自由基损伤，保护皮肤中的胶原蛋白不被破坏，让肌肤保持弹性和光泽。很多爱美女士吃螺旋藻就是冲着它的养颜抗老功效，希望皮肤状态更好。不仅皮肤，螺旋藻的抗氧化作用对于保护各个脏器也有帮助。例如眼睛的黄斑部需要抗氧化营养来预防退化，螺旋藻中的玉米、黄素等色素正好有益眼睛健康。再如关节炎等与老化有关的发炎疼痛，螺旋藻的抗氧化抗炎特性也可帮助减轻症状。综合来看，螺旋藻就像我们体内的超级卫士，日夜守护着细胞不被氧化坏死，减缓各种退化性改变的发生。想让自己的身体青春常驻，不妨让螺旋藻来当您的抗老好伙伴。第5大功效，补血养颜，强健骨骼，让身体更有劲。螺旋藻里有2项营养特别适合中老年人，一个是铁，一个是钙与维生素 K。前面我们提到螺旋藻是极佳的补铁食物，富含铁质又容易吸收，铁能够帮助我们生成血红蛋白，增加血液的血氧能力。很多人上了年纪后常常觉得头昏眼花，体力不济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贫血缺铁，血液供氧不足。螺旋藻提供的铁可以缓解这种状况，提升造血功能，让脸色红润，精神变好。尤其对更年期女性或素食长者来说更容易缺铁，吃点螺旋藻有助于补血气，整个人看起来气色更佳。有些营养师甚至称螺旋藻是天然的养血补品，不吃肉也能获得足够铁质。除了铁以外，螺旋藻的补钙效果也值得一提。每100克螺旋藻含钙量超过400毫克，同时还含有维生素 K1 和 K2， 这2种维生素 K 是骨骼健康的关键要素，能帮助钙质有效地沉积到骨骼中，防止钙流失。对中老年朋友来说，维生素 K 常常是被忽略的营养，但它其实对预防骨质疏松很重要。螺旋藻把钙和维生素 K 一起提供，相当于给骨头送去双保险，让骨骼更强健密实，不容易松动脆裂。难怪有人把螺旋藻称作老年人的骨骼守护神。而且骨骼强，双腿才能有力支撑，配合螺旋藻丰富的蛋白质维持肌肉，真正做到骨骼和肌肉双管齐下地强化。我们常见有些长辈走路颤巍巍，那其实是肌肉和骨质都流失所致。如果能早点注意补充蛋白质、钙和维生素 K， 腿脚会硬朗许多。螺旋藻刚好把这些关键营养一网打尽，每天补充一点，给您的2条腿加点料，让您步履依然轻快。另外，螺旋藻丰富的营养让人体代谢旺盛起来，很多人反映吃螺旋藻后精神变好了，体力提升了，这也是因为气血充足，骨骼肌肉都得到滋养的结果。俗话说，人老腿先老，只要腿脚有劲，人就不算老。螺旋藻正是帮助我们达到人老腿不老的一个秘密武器呢。聊完了好处，我们也要来谈谈可能的坏处。再好的东西，如果吃不对或者不适合自己，都可能带来不舒服甚至危险。螺旋藻虽然是天然的营养补充品，但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接下来说说螺旋藻可能带来的3个副作用和禁忌。第一，
可能引起肠胃不适或轻微副作用。大多数人吃螺旋藻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有少部分人在刚开始服用时，可能出现肠胃不太适应的情况，比如有的人会感到肚子胀气、轻微的恶心想吐，或者肠胃有点不舒服、软便等等。这通常是因为螺旋藻含有丰富的营养和一些膳食纤维，突然大量摄取，肠道菌群和消化系统一时反应不过来所致。尤其是本身肠胃功能比较敏感的人，一次吃太多螺旋藻可能会感到胃部不适。另外，如果您对海鲜、海藻或海产蔬菜过敏，吃螺旋藻也有极少几率引发过敏反应。这种过敏可能表现为头痛、皮肤发痒、起疹子，甚至喉咙刺痛、呼吸不顺。曾有报道指出，对海产过敏的人吃螺旋藻后出现肌肉酸痛、盗汗和失眠等不良反应。所以第一次尝试螺旋藻时，建议从极少量开始，观察身体反应。如果出现明显不适或过敏征兆，应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。不过请不用过度担心，大多数人吃螺旋藻是安全的，这些副作用比较少见且通常轻微，只要适量渐进就能避免。第二，某些特殊体质或疾病患者不适合吃螺旋藻。螺旋藻的营养虽好，但并非人人适用，特别是对于一些有特定疾病的朋友，可能反而不建议食用。举例来说，螺旋藻含有一定的碘含酪氨酸，会刺激甲状腺激素的生成，所以甲状腺亢进患者最好避免吃螺旋藻，以免加重甲状腺负担。另外，螺旋藻富含高浓度的蛋白质，其中包括一种必需氨基酸苯丙氨酸。患有苯丙酮尿症的朋友，因为无法代谢苯丙氨酸，也是不可以食用螺旋藻的，否则会造成中枢神经的伤害。同时，由于螺旋藻具有增强免疫的作用，所以自体免疫疾病患者，例如红斑性狼疮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多发性硬化症等，也要小心，因为免疫已经过于活跃，再吃刺激免疫的螺旋藻，可能让免疫系统更失控，加重自身免疫疾病的症状。再来，螺旋藻含有一些嘌呤物质，代谢后会形成尿酸，因此痛风或有高尿酸血症的人也不宜过量食用螺旋藻，以免诱发痛风发作。肾结石患者也要注意，因为螺旋藻中的矿物质可能增加肾脏负担。总而言之，如果您有上述这些特殊疾病或正在接受治疗、服用药物，最好先咨询医生的意见，再决定是否适合吃螺旋藻。安全胜于遗憾，我们宁可小心一点。第三，过量服用或产品不良可能带来风险，强调适量很重要。螺旋藻虽好，可不是吃越多越好。如果一次服用过量螺旋藻，可能反而引起一些不适症状，常见的有轻微头晕、低血压、恶心想吐，或者睡眠变差、兴奋、失眠等。毕竟螺旋藻营养浓度很高，吃太多身体一时也受不了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螺旋藻的产品品质问题。因为螺旋藻是一种藻类，在培养过程中很容易吸收水中的重金属和杂质。如果生产厂家在水质和制成上把关不严，螺旋藻产品可能含有超标的重金属，比如铅、镉或藻类毒素，比如微囊毒素。这些有害物质吃进身体，可是会伤肝肾，甚至有致癌风险的。曾经有检测报告发现，市面上一些螺旋藻产品重金属含量不合格，令人担忧。所以选购螺旋藻时一定要特别谨慎，挑选有信誉的大厂牌，通过国家检验认证的产品，切勿贪便宜购买来路不明的螺旋藻。如果吃到不好的产品，不仅得不到养生效果，反而可能把毒素吃进去，那就太划不来了。总之，食用螺旋藻一定要掌握适量、适合、适品质三大原则，控制好量，确保自己没有禁忌症，并选择安全的产品，就能安心享受螺旋藻带来的健康好处。那么螺旋藻到底怎么吃，才能既安全又将它的营养价值发挥到最大化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谈谈螺旋藻的正确食用方法和小技巧。第一种吃法，螺旋藻果昔饮，这是相当受欢迎的一种吃法，特别适合刚开始接触螺旋藻又怕腥味的朋友。您可以准备一杯水果昔或蔬果汁，加入适量的螺旋藻粉，一起搅打均匀后饮用。举个例子，可以用香蕉半根、苹果半颗，加上一杯无糖豆浆或牛奶，外加1小匙螺旋藻粉，
一起放进果汁机打成果昔。香蕉和苹果的甜味可以盖过螺旋藻的海藻味。豆浆、牛奶加螺旋藻则提供了双重蛋白质来源，营养更丰富。早晨来一杯这样的螺旋藻营养果昔，不仅口感香浓，还能让您活力满满的开始一天。这种喝法特别适合肠胃不太好或牙口不好的长辈，因为打成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。同时，水果中的维生素 C 还能帮助螺旋藻的铁质吸收，一举两得。每天一杯绿色果昔，让螺旋藻的精华融入您的早餐，为肌肉和身体各器官提供满满的养分。第二种，螺旋藻优格碗。如果您喜欢吃优格，那么螺旋藻也可以轻松加入您的优格餐中。做法很简单，取1小匙螺旋藻粉，拌入1碗无糖的希腊优格或传统优格中，搅拌均匀。您会发现优格变成了淡淡的绿色，这时可以再加上一些配料提升口感，比如加入几片香蕉或奇异果切片，撒一小把坚果或燕麦片，再淋一点点蜂蜜调味，一碗美味又漂亮的螺旋藻优格就完成了。这样吃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，希腊优格富含蛋白质和益生菌，搭配螺旋藻的高蛋白、高微量元素，营养更全面。优格的酸味也能中和螺旋藻的腥味，使风味更佳。每天下午茶来一碗螺旋藻优格，不仅饱足又低热量，还能补充丰富营养。这种吃法特别受年轻一辈喜爱，不过长辈们也可以尝试，看着碗里翠绿，配上缤纷水果，心情都变好了。当然，如果您觉得拌优格还是有点吃不惯，也可以把螺旋藻粉溶在小半杯温水或果汁中，然后倒入优格搅拌，味道会更温和顺口。第三种，螺旋藻入菜。除了拌饮料、拌优格，其实螺旋藻也可以稍稍入菜。虽然我们不会直接炒一盘螺旋藻来吃，但可以将螺旋藻粉作为添加料融入日常料理中。举几个例子，您可以在煮粥或煮汤的时候，快要出锅前加入半小时螺旋藻粉搅匀，像是煮蔬菜豆腐汤时，关火前撒点螺旋藻进去，汤头会微微变绿，但营养大大提升。或是熬白米粥、小米粥时，起锅前拌入一些螺旋藻，做成绿色营养粥，很适合牙口不好的老人家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螺旋藻中的部分营养对高温较敏感，上述方法都是最后再加入螺旋藻，利用汤粥的余温来溶解它，尽量避免长时间高温烹煮，以免破坏其中的维生素。再有，您也可以将螺旋藻粉少量添加到面团中，制作绿色的螺旋藻面条、螺旋藻馒头。现在市面上其实已有添加螺旋藻的面条卖，自己在家也能简单 DIY， 比例大约是每500克面粉加5克左右。螺旋藻粉不需要多一点点，就让面食染上淡淡的绿色，并增添营养。如果觉得自己制作麻烦，坊间也有一些螺旋藻相关产品可直接选择，比如螺旋藻营养饼干、螺旋藻蛋白棒，甚至螺旋藻胶囊面条等等。通过这些方式，您可以不知不觉就把螺旋藻融入一日三餐里了。每天吃饭的时候顺便补充营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除了上述几种主要吃法，还有一种最方便的方式，就是螺旋藻定剂。很多人其实更习惯直接服用螺旋藻片剂或胶囊，毕竟不用去调配饮食，吞几颗就搞定了。螺旋藻通常被压制成400毫克或500毫克一定的小片，每天依照建议数量吞服即可。这种服用方式适合对螺旋藻味道敏感、没时间弄饮食的人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服用螺旋藻定时一定要搭配足够的水送服，避免定剂粘在食道，也帮助营养吸收。如果早上空腹吃觉得胃不舒服，可以改在饭后或2餐之间服用，看个人情况调整。重点来了，螺旋藻怎么吃才能最有效地预防肌肉流失，强健我们的筋骨呢？下面我就分享3个针对护肌强身的螺旋藻食疗小方子，让大家把螺旋藻吃出具体的功效。护肌第一方，螺旋藻核桃豆奶饮。取螺旋藻粉3克，约1小时，核桃3颗，黄豆40克，或直接用无糖豆浆300毫升，红枣2颗，可加可不加。如果用黄豆，先将黄豆泡水几小时变软，再与核桃、红枣一起放入豆浆机或调理机，加适量温水，打成浓浓的豆奶，
再加入螺旋藻粉搅匀即可。如果直接用豆浆，就将豆浆加热后，趁温加入螺旋藻粉和研碎的核桃、红枣调匀。这款饮品融合了豆类和螺旋藻的双重优质蛋白，蛋白质含量极高，特别适合需要增强肌肉的中老年朋友。核桃富含优质脂肪和维生素 E， 红枣补气养血，搭配螺旋藻能够提高营养滋补效果。每天早上或者运动后来上一杯螺旋藻核桃豆奶，不仅口感醇厚香甜，还能迅速为肌肉补充所需的氨基酸，帮助修复和增强肌肉纤维。同时，钙和镁等矿物质也可以强健骨骼。一杯下肚，既饱腹又补身，让您一整天都精力十足。护肌第二方，螺旋藻青蔬蛋花汤，取螺旋藻粉2克，小松菜或菠菜50克，鸡蛋1颗，枸杞10几粒，姜丝少许。先将小松菜或菠菜洗净切断，放入2碗水中煮开，菜变软后加入枸杞和姜丝调味，打散鸡蛋，在汤沸时缓缓淋入蛋液，形成蛋花，随即关火。待汤稍微降温至不烫口，大约60-70度时，加入螺旋藻粉搅拌均匀即可上桌。这道青蔬蛋花汤看起来翠绿，衬着金黄蛋花，很是讨喜。其中鸡蛋和螺旋藻提供丰富的蛋白质与氨基酸，小松菜、菠菜富含植物钙和维生素 K， 枸杞补肝肾，姜丝驱寒健胃。特别是维生素 K 和螺旋藻的钙铁结合，对于增强骨骼、预防贫血都有帮助。这碗汤可说是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护骨汤、养肌汤。餐前喝一碗暖胃，又营养，还能增加饱足感，避免正餐吃过量。如果每天晚餐来这么一碗螺旋藻蛋花汤，长期坚持下来，您会发现体质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强健，肌肉不容易流失，腿脚力气也保持得更好了。护肌第三方，螺旋藻芝麻坚果糊，取螺旋藻粉2克，黑芝麻和黑豆各20克，花生或杏仁15克，冰糖适量或蜂蜜少许，水适量。先将黑芝麻、黑豆、花生分别小火炒香，也可以提前烘烤熟，然后把它们和螺旋藻粉一起放入料理机，加开水适量，搅打成浓稠的糊状。根据个人口味加点冰糖或蜂蜜调甜，一碗香浓的螺旋藻芝麻糊就完成了。黑芝麻和黑豆自古被认为是养肾滋补的食材，富含植物蛋白、钙和维生素 E。花生、杏仁则提供优质油脂和氨基酸。螺旋藻的加入，使这碗芝麻糊的蛋白质含量和微量元素含量大大提高，同时带来一抹淡淡的绿色。每天早晨或晚饭后，来一小碗螺旋藻芝麻坚果糊，既能润肠通便，又能补充肌肉和骨骼需要的营养，特别对腰酸背痛、腿脚无力的银发族有滋养强身的作用。这道食疗方温和补养，长期食用也没有问题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打芝麻糊时水不要太多，才能确保浓度够。螺旋藻粉也不要放太多，以免腥味盖过坚果香气，适量就好。养成每天来几口的习惯，营养细水长流的进入身体，日积月累，您一定能感受到它带来的改变。最后，我来回答2个关于螺旋藻的常见问题。螺旋藻可以天天吃吗？对于健康成年人而言，螺旋藻是可以每天适量食用的。它作为一种天然食物来源的补充，不存在依赖性，长期服用被认为是安全的。而且要想发挥螺旋藻的保健功效，的确需要持之以恒的摄取。不过关键在于适量2个字，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螺旋藻好，就贪多一次吃一大把。任何营养素摄入过量都可能适得其反。一般建议成人每天摄取螺旋藻约3克到5克左右就足够了。换算成螺旋藻锭的话，大约6到10粒，每粒500毫克。有些研究和营养师建议可以吃到每天8克甚至10克。不过如果没有特殊需求，不一定要吃那么多。我们强调循序渐进，一开始可以每天吃1-2克试试，身体适应了再逐渐增加至3到5克。孩童或体重偏轻、肠胃较弱的老人，建议用量减半，大约每天1到3克即可。螺旋藻虽被称为超级食物，但也毕竟只是食品，不是药，不需要，也不应该大剂量狂补。我还要提醒，如果您正服用某些特殊药物，例如抗凝血药华法林，
或器官移植病人吃的免疫抑制剂，那在家用螺旋藻前，务必先咨询主治医师，因为螺旋藻含有维生素 K， 可能影响华法林药效，增强免疫则可能干扰免疫抑制治疗，所以保险起见，有在吃药的朋友，请先请教医生。总之，螺旋藻每天吃是没问题的，但一定要注意适量原则，并结合自身情况，每天吃多少才算适量。刚刚其实有提到一般建议量，那我这里再总结一下，健康成人每天3到5克螺旋藻最合适。如果您是第一次吃，先从1天1克，约1/4茶匙粉末或2颗锭开始，观察几天没问题，再慢慢加到1天3克以上，最多不建议超过8克，除非有营养师或医师指导，因为少量长期往往比大剂量短期更有效也更安全。对于少年儿童以及肠胃功能弱的长者，每天1到3克较为稳妥，可分次少量食用，比如早晚各半小时这样。怀孕或哺乳妇女若要补充螺旋藻，建议也控制在每天2到5克内，并且选择品质最有保障的产品，以确保安全。最后再强调一次，均衡饮食，适量摄取才是健康之道。光吃螺旋藻不可能包治百病，一定要配合其他均衡的食物摄入，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才能发挥螺旋藻最大的价值。在结尾，我想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提醒几点，确保您在享用螺旋藻时既安心又有效。第一，一定要选择安全可靠的螺旋藻产品。购买前，请看清成分标示和产地来源，确认产品通过了相关检验，例如有无农药、重金属及微生物毒素的检测报告，有无取得国家认证的健康食品许可或品质标章。切勿购买来路不明、价格异常便宜的散装螺旋藻，宁可选择信誉良好的大品牌或专业厂商，即使价格高一些，吃得也放心。毕竟这是吃进身体的东西，品质一定要有保障。第二，从小剂量开始食用。老年人肠胃较为敏感，刚开始接触螺旋藻时，一定不要操之过急，一小勺1、2颗开始，让身体慢慢适应螺旋藻的存在。如果感觉良好，再逐步增加到建议剂量，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吃很多，觉得补得越多越好，反而可能引起肠胃不适或其他不良反应。身体跟人一样，也是需要时间来认识新朋友的。第三，细心留意身体发出的信号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吃螺旋藻的反应也可能不同。如果在服用过程中，您感觉到胀气、反酸、恶心或者睡眠变差等异常情况，不要忽视这些信号，可以尝试减少剂量或者改变服用时间，例如改在饭后吃，看看情况是否改善。如果不是症状持续，则应停止服用，并寻求专业医生的建议。健康是最重要的，一旦身体亮红灯，我们就要及时调整。第四，细水长流，胜过一次猛补。螺旋藻的好处需要长期累积才能显现，因此每天少量持续的补充，比隔3差5猛灌大量效果要好得多。我们宁愿您每天都吃上2、3克，也不建议您1周才想起吃一次，一次吃10公克。就像浇花一样，每天浇一点水，花才能长得好。很久不浇，突然浇很多水，花反而会受不了。养生也是这个道理，贵在持之以恒。每天把螺旋藻当作习惯，就像每天吃青菜水果一样自然。日积月累，健康的改变将不知不觉地发生。第五，有特殊情况请咨询专业。如果您本身有慢性病、长期服药，或者正处于孕期、术后恢复期等等特殊阶段，一定要先请教医生或营养师，确认您适不适合吃螺旋藻，以及应该吃多少。专业人士会根据您的个人情况给出建议。例如，肾功能不全的人可能要限制蛋白质摄入，就不适宜吃太多螺旋藻。再比如，正在吃降凝血剂的人要注意螺旋藻的维生素 K， 这些都是很个体化的问题，所以千万别人云亦云。为了安全，询问专业意见是最稳妥的做法。总而言之，螺旋藻是个宝，关键在于会挑、会吃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把这个超级食物用对用好，让它成为您健康路上的得力助手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您觉得这份资讯对您有帮助，
请点赞并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亲友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吃螺旋藻的心得或建议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祝大家都能拥有强健的体魄，健康常在。